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语言社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有关音乐方面的话题哈。我们这个节目做了很多期了，咱们第一次聊音乐。首先欢迎那个小雪，小雪是那个呃在国内原来是有自己的乐队对吧？然后现在是音乐制作人在硅谷这边在从事音乐制作方面的工作。那欢迎小雪。Hello，大家好，我是雪王 Snow，那好朋友们都叫我小雪。然后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然后目前在硅谷做我的一些音乐的一个交流，然后未来就打算在这边发展我新的一些音乐项目工作，对。然后除此之外，我在国内有2支乐队，第一支乐队是叫荷尔蒙小姐。然后曾经参加2014年的中国好歌曲，我们拿了前8强。然后后来我们也参加了很多国际的一些演出，包括国内，呃，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我们也是经常在演出。那后来我的第二支乐队呢，是因为我的那个创作方向有了一些改变，我想着重的往电子音乐方向发展，然后创建了我的第二支乐队叫贾斯文。然后贾斯文乐队呢，我们是获得了中国迷笛第13届迷笛音乐奖的最佳电子音乐专辑提名。然后我们也连续在2021和2022年受那个美国西南偏南音乐节邀请，但因为是疫情，所以说，但是我们是连续2届 online 在线上为他们做了展演。然后这次去年来美国旧金山也参加，非常荣幸也参加了这 Commonwealth Club 的那个现场演出，作为嘉宾。目前呢就 base 在圣何塞。嗯。嗯。感谢欢迎小雪。哎，你看你这个虽然人还没来，但是在这个美国这边已经参与了很多这个活动，有自己的演出，非常棒。欢迎小雪啊。另外一位朋友是那个老孙，是在语言社做很多这个 volunteer 的工作。我知道你也在有一档就华人移民在硅谷的一档这个算是节目吧。还是你们的形式好像是偏这个文章，还有一些介绍，对吗？对对，我们主要是这个项目是想通过讲述这个在硅谷的华人的这些个人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这个华人移民这个社群的多样性、丰富性，然后让其他不同的社群能更全面的了解我们这个华人移民这个社群。对，我是老孙，然后我也是小雪的学生，我也是他的朋友和粉丝。对。我也是，我们都是语言社的 volunteer，就是我对。其实是第一批，因为当初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2020年，然后我就参与到了语言社的一些项目，也为那个警署连线，就是圣何塞的警署连线，我也为他们做了几期的配乐。嗯你看你这是深度参与这个本地的这个文化生活了，已经。对对对对，其对。实那个时候就在准备一些去想要过来的，因为我2019年是在这边，在旧金山录了那个贾斯文的第一张专辑。哦，所以你第一张专辑是在美国这边录制的。对对哎，对。为什么你会选择就是到美国这边来录制呢？这是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是这样子，那个语言社的创始人之一就 Pat 是我10多年的好朋友。嗯。然后呢，他在圣何塞有一栋自己的古宅。哎，老孙这个名字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叫不好意思，一会儿我找一下。不好意思，我只记得地址，我一般记地址比较因为那个。就是在他的那在当趟那个历史建筑嘛，对对吧？对我对对对，我知道。对至于是阿拉米达上面那对，条我们都道路上面。知道。嗯。对。它嗯。是相当于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然后那会儿就参与到了他们的一些 events 的一些活动。我就打算过来作为就是艺术驻留，跟这边跟语言社合作。那现在就是正式的。
推进了，因为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说这几年大家都受到很大影响，对吧？是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说我在那边要做这些事，实际上应该是提前就已经做好了规划，但是被疫情给阻挡了。嗯。了解了解了解。好，太棒了。我们这个其实跟老孙做这个华人移民在硅谷，我们就是等于是兄弟姐妹节目啊。对嗯。从不对对，同的媒体、不同的渠道、不同的面向，其实咱们做的事情非常类似啊，就是来介绍我们华人移民在美国这边的一些生活啊、工作啊，还有一些想法呀。觉得我们这对，个欢迎以后多来，我们好，谢多谢，对做节目啊。对是。好，太棒了。那个小雪，我这个刚才听了你在国内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些音乐，你的音乐风格应该是偏电子音乐，对吗？还有摇滚这方面。刚刚你有问到，就说为什么我要那个贾斯文的第一张专辑要在美国来录音？其实我在国内搞的第一支乐队是偏摇滚乐的，对，嗯刚才荷尔蒙小姐其实是偏摇滚，然后加了一些电子的元素，然后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从一开始搞的音乐，我们里边儿就有摇滚，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美国它就是摇滚的一些。比如说民谣摇滚呐、对吧？摇滚乐其实在国外就北美也是一个发起，对吧？还有欧洲也是，所以说我就想在这边来录音的是因为我想吸取这边的很多内核，因为我当时找了一位，其实他是香港制作人，他的 studio 在旧金山，然后我们当时花了1个月时间在那边，在他的那个 studio 里边儿住，然后录音，然后吸取了很嗯，多，就是比如说在录音啊、音乐创作方面的一些构思和理念。这个是我想为什么选择来美国录音的原因，就是我想吸取摇滚乐的内核。然后再加上我的一些电子乐的一些新的想法融合，所以说目前我的音乐还是始终保有摇滚是内核，电子是我的手法，可以这样啊，讲。所以嗯。跟音乐风格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边就是它这个音乐的氛围和这个传统来说，呃呃，电子音乐和摇滚音乐的比较流结合。行一些吧，可以这么嗯，说。对对对，嗯。因为以前你知道我的音乐影响是受谁吗？我最大的影响是 Michael Jackson。我们都是，对，我们但那个时都是。候，对吧？那个时候就想，哇，为什么那个音乐可以是这样子的？一直不理解，不懂得如何用那种手法来做音乐。对对嗯。对。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些硅谷这些大厂的科技里面其实有些很像，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听说硅谷，哇，硅谷就是全世界这个 tech 最科技中心、宇对，宙科技中心。中心，对吧？大家都想着到这边来打拼，我觉得有点类似。但是就是具体，因为这是音乐风格嘛。那嗯，具体从你个人下决心要就是人就是 move 过来做音乐。呃，可能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最后是什么让你就是个人来说下了这么大决心，就是整个人要搬到美国这边来重新出发，因为很多时候两边的文化呀，这个社会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等于是你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也想问一问，就是为什么，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下了如此大的决心，就是一定要最后一定要到这边来？其实是这么的，因为刚刚有说嘛，我一直有这个规划。一直有规划。我的第一步，其实还是一个音乐创作。我刚刚说的，我的荷尔蒙小姐当时是因为乐队的创作。其实你知道，乐队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好多时候这个是花很多的时间成本，要磨合，对吧？对。就是做任何事情，包括科技类，我在这边来了解到很多科技类也是需要各种的磨合、时间成本的。那因为我做了第一支乐队之后，我发现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支乐队，我花了大概7至10哦，开始酝酿也花了2年，然后我自己建立了荷尔蒙小姐，我待了7年，就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才出了一张 EP。
所以说，就是这个，你知道这种程度，就是磨的那个作品，需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虽对，然中间也有创作一些东西，但实在就第一点，其实你自己还没有具备到很高的一个创作水平，对吧？了解很多技术，所以说那一步是我当初我为什么要跨出荷尔蒙小姐，然后嗯，我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因为我离开荷尔蒙小姐之后呢，我参与了这国内的一个也比较出名的乐队叫大波浪。我在大波浪里边儿去待了大概，因为大波浪主唱跟我是好朋友，我在他那边去待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发现我还是想写一些更贴近于女性话题，用女性的角度来表达的。嗯哼，这样的先锋音乐，所以说我又退出来，跟我的键盘手一起又继续做贾斯文。那贾斯嗯文就更靠近，好，刚刚说乐队里边5个人，我们5个人沟通哈，完了嗯之后贾斯文2个人，那这2个人就相当于我们就去掉了鼓贝斯的一些创作的一些碰撞，就是完全由嗯哼，我们自己来构思。因为当时在旧金山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几乎我和他是在北京把这张专辑的70%，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创作70%-80%的一些编曲、词曲什么都有了，然后我们过来来学习录制，他的对录制他一些录制的手法，这边的人他是怎么用那种摇滚乐的手法来录制那些音频啊，一些创作的构思，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想要不断的去精进吧，就节约这个创作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慢慢的你有发现，其实有一些配乐不一定非得要跟人模。对吧？现在科技嘛，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后来在北京也学习到很多新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模块，硬件模块就可以替代掉一个鼓手来打鼓，它就变成很电子的风格。就你听到很多那些舞曲啊，它并不是有些并不是真人打出来，它是一个硬件合成器，一个鼓机，所以说这些就完全就节约掉了我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时间成本。嗯，所以说慢慢所以对所以科技其实也是你决定要到美国这边来的一个原对，因，是吗？我到硅谷来就是这一点啊，我觉得近水楼台吧。这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对吧？这个我没有想到从音乐的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说，也是技术，也是技术驱动的一个对，一个事业。以前你知道每次来美国，就有很多朋友就说啊，你帮我带这个设备，都是电子产品。哦，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就说国内也有很多这些设备，而且其实，已经通用了很多了，通用了很多了。而且只不过美国现在东西也越来越贵了，大家都不用带了。而且你这个借助这些技术手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些以后想成为斜杠青年的人，要做创作也要门槛要低一些？啊，对啊，就是现在你看，而且在这边不是现在 AI 也发展的很快嘛，它很多就是通俗易懂的一些歌曲，简单的歌曲，其实 AI 已经可以替代常规的一些工作流程了。能具体举个例子吗？就是替代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国内，你不是经常去酒吧里边儿听那些歌手唱歌嘛，他们翻对，唱，对吧？嗯。现场有个，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歌曲，有一些可能只需要一个键盘手，他就独立完成的，就不需要找一个鼓、贝斯、键盘啊。这个只是老实说，这个只是说是一种模式的演出，就是尽量就是为了娱乐出发。但如果是创作出发呢，当然我们还是追求真人编的、真人演奏的东西，因为他的那个肉体的血肉的演奏出来的东西跟电脑生成的，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嗯。而且你切身的，如果你到现场去听了别人的演奏，一个真正的一个吉他手弹的话，你会热血沸腾。但是如果只是一个 cable 把那些 simple 放出来，你可能就觉得 so 了，这么 easy 的东西，对吧？你只会感觉到那个演唱者对你有影响。所以说，你觉得这个艺术创作的背后，还是需要有这个人的这个就是有血肉的这种成分在对，的。这个肯定对。是，所以说，我就是想说，就是其实这个
刚刚那个就有问我，这个就是 Zoe 有问我，到底是哪一种好啊？不，应该是老孙你刚刚说的。我比较作为一个外行，就非常好奇你们圈内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因为就是 AI 确实也可以创作完整的作品的，在现在的这种年代，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你们看来，这个艺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就是它需不需要背后有价值观，或者你要表达的情绪什么，或者各种跟人相关的这种因素作为支撑，还是说？他只要能创作出一个这世界上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一个乐曲，或者说一些新的东西，他就算是创作。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你知道为什么？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以前教过的学生，我每个学生他都不一样。他可能有些学生是，我本来就学过一些真的乐器，我对那个乐器是有一个我热爱它，对吧？他因为学过，而且他也热爱他自己演奏的时候，他是非常 enjoying 的，所以说他可能就喜欢真乐器。对吧？嗯他可能听到那些假的，也不是假，就是听到的这个是一个合成的。对，这样合成的啊，或者是用 AI 出来的这一类，他就觉得哦，那个我不喜欢，我觉得那个没有情感，没有血肉的感觉，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我就喜欢那种，我就喜欢那种电子元素为主的，因为现在很多这方面偏向于谁？偏向于我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学生。可能00后啊，孩子更年轻，是可能就几岁的那些，他们都会觉得哇，现在那些玩纯电子的音乐，他们好喜欢，他们好非常喜欢那种速度在170以上，我们这些老年人一听就说，哎，我扛不住。我们可能只听那种哒哒慢一点，哒哒哒哒这一类的，对吧？但是人家小孩就我喜欢来快速一点的，哒哒哒哒哒哒，对吧？我们经常有看到现在那些电子音乐节嗨到哪种模式？所以这个也是艺术的魅力啊，没有什么标准对答案，其实就是对看个对对人的诠释和喜好，对吧？对。那你说，如果像我的话，我想融合的就是把这种血肉跟科技融合一起。我之前有对我们这个创作有提过一种概念，叫复古未来。所以嗯说我贾斯文当初的一张专辑，我们获得那个迷笛第13届最佳电子专辑，就是我的那个复古概念，我们叫复古未来，就是你也得保留以前的一些你喜欢的一些核心的东西，然后也拥抱科技，对吧？嗯，嗯，我有意觉得这呃，两步了。我想 follow up 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就把 AI 又聊进来了哈，咱们现在快硅谷聊什么事情的 AI 都得要出现啊。那个，因为现在 AI 界的发展，就是很多时候会出现，像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吉卜力漫画风格，对吧？嗯嗯对吧？宫崎骏画的漫画，结果现在所有的照片都可以转化为嗯，他的对，风格，对吧？嗯那其实同理，对吧？如果你是某一种风格的音乐，虽然我们说这个血肉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哈，但是它嗯其实客观就是肯定是藏在音乐里有些它的这个音乐密码或者是一些特定的东西，让你觉得这东西很有血肉。嗯那比方说把某个音乐家他的所有的作曲或者是他的这个音乐，经过 AI 的训练，那就变成了一个经过训练的一个 AI，它模仿他的音乐的风格，也能够自己作曲做出来一些风格很类似的音乐。那你觉得像这种音乐，呃，人能听出来它有没有血肉吗？还是说，嗯、现在 AI 还达不到这么一个境地？对你刚刚说到了一点，就是现在其实 AI 它已经能够把像你刚刚说，比如说在视觉上，宫崎骏的这么像，对吧？随便是。一改，马上就变成。我前两天我也看了一下，其实我应该去年我就玩过这一类了，但是它直达不了你的内心，嗯。直达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已经看过了。如果我们自己能做出来的话，我们就觉得啊笑一笑，但是它不会成为你的一个符号。嗯，明白？就是说你的画的风格可能很像宫崎骏，但是你对，再怎么样，你自己这做不出一个还是别人。《千与千寻》出来，你自己做不出对一个整个对动画出来，对吧？
对，而且最近的一些像一些 AI 啊，它也是正在慢慢的，因为它不是要投喂嘛，AI 就是你需要去培养它，对吧？你要投喂它很多东西，然后它去学习，它很快速的学习模仿到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行啊，音乐上面你让它更迭一下，更迭的快速一点。那这个也提醒了，相当于也提醒了我们人类，你必须要 focus 在你自己上。嗯因为你更迭出来，我们马上通过 AI 协助我们很快速的创作出来，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它帮助到我了，它让我很快。我刚刚有重新开始，我又讲，我们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写了多少首歌。那哎，现这个咱们能具体讲，就是说现在有这些技术的辅助，你这个速度提高了多少？就是音乐创作的速度。就打个比方，我在我们以前我们没有这个科技手段的时候，我们要创作一首歌，首先有可能，通常应该就是吉他和键盘，因为这个是旋律组嘛。我们旋律组要先出来一个和弦，好，和弦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歌手来把主唱来把旋律也唱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整个的一首歌的框架理好了，然后我们再要去，哎，鼓手，我要等鼓手录音。然后去找鼓手录音，是不是这个是有时间成本？然后鼓手说这首歌我不太熟，等我练一练，或者等我编一编，我们又等了半个月了，对吧？或者快的，然后有一些技术很好的一些乐手，那运气好，你的乐手技术都很好，你编的所有的东西他马上就 get 到，然后我们可能花了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三首歌，或者是就好再多一点七八首歌，我们就搞一个月我们就编好了。嗯，那那我们还要录音，对吧？录音可能一起拉出去录音，我们要花两三个月。对，你得把这些人都凑齐，然后大家好，要后期好了，也可能快速一点，就录音至少俩月，然后再说后期，后期也是一个月左右，最快最快。你算一算，这儿大半年就过去了。嗯，嗯，那如果现在呢，比如说我要编几首歌，我可能一个月我就可以搞定10首歌，我一个人。哇，哇，这10首歌都只是有些还更快，因为他们可能要的不是那种就是特别要艺术感的呀，或者一定要自己写的呀，他可能就用 AI 协助他，他可能一天10首歌他都写完了。对哇，这是革命性的这个。对，你看这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真正的创作者，我们就要想，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我们所有写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脑袋里，我们自己把它从零到一写出来的。那嗯，他们都是从1到100、1000、1万，那我 I don't care 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有巨大的效率的提升，有嗯，巨大的对效率。对对对，这嗯也是我刚刚你有问我为什么我敢一个人出来。以前我要出来之后，我还想想，如果我要在外面，我去找个乐手，又不熟，然后要怎么沟通？嗯，那现在呢？其实我把所有东西我都一个人能 control 的话，我只需要去找到技术牛逼的人，他可能需要帮我录音啊什么的，然后后期的一些制作，然后也有目前这些我们都是有自己作为制作人，这个流程我们都是可以自己把控的。哇，这个太厉害了。其实这也是跟你想跟那些是做影像设计呀，对吧？还有硅谷这边的，我觉得他们编程也是一样的，是吧？是。哎，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其实新创作出来的这些音乐，是不是其实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技术手段上已经是用这个一些合成这个甚至是 AI 做辅我觉助了，我们得现在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个是不是已经就在里面了？其实已经有了，现在很多为什嗯么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没有一个能真正打动人歌曲的？现在就我就说咱们国内哈，现在创作上的这个力道太少了，因为大家都觉得AI 辅助了很多，但是他们要真正想去自己创作的话，我觉得这个动力还是不够。因为在国内最卷的一点就是有一些欣赏，他对音乐的这个标准不够。嗯，你看现在我在国内看到有些拿奖的那些歌曲，哦，我觉得 no 我觉得你 no，真你说出了我们听众的心声，我就精是我就我神是吧？就有这种感觉，我感觉现在的歌曲真的能打到我心里面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不不像九，经听，就是听了就觉得这老歌听起来就你会有感情对，上来，现在的歌听进去过脑子就过了。
对，就对那个90年代这种金曲频出的年代，真的就是感觉一去不复回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少对90年代这种金曲。对。对，所以说我其实我最近也是，去年我出来之前呢，我在给深圳的宝安区文旅局那边合作了2首歌，是我创作的，但是我就换了一种思维，我用那个电子音乐跟民乐和粤剧结合。所以说嗯。这2首歌呢，它还突然一下让我找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就是哎，我终于还是能 handle 住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些国粹的东西了。什么名字啊？我一会儿要搜来听一下。一会儿可以这对，对，可以在比如说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插播一下也可以。可以放，你把那个发给我们都可以，或者放在视频的下面那个介绍对，都可好好好，以啊。那到时候我给你个 share，然后因为去年到今年我一共发了3首歌，现在呢我不想太着急，我想一首一首的写，一首一首的，因为现在也是单人自己在创作了嘛，以前还有一些合作伙伴儿，那现在我这次来到旧金山了，我就想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旧金就是美国旅居的一个作品，接下来我会做很多这样的合作作品，对。嗯，嗯。哎，既然聊到这一点了，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当你从一个中文的文化和环境，搬到英文的这个文化和环境里，对于你创作本身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你有些什么样的灵感会感觉到不一样？包括你音乐创作的风格，就像说你在国内，你可能会想，哎，我这个可以跟一些民乐结合，什么什么之类，这肯定是因为你在地，你有这样的这个感受嘛。那到了美国来以后，可能这就是纯英文的环境，它的音乐风格、它的文化、它的社会情况都不一样。那对于你搬到这里来也有段时间了，你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在音乐创作的风格方面？目前我觉得我越来越简单了。以前因为怎么说呢？以前在国内，我们还是希望追求一些艺术上的一些高的一些价值吧。嗯，那但是做了之后呢，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说是特别的感觉到特别的贴近吧。我觉得创作嗯哼。就是要不断的去写。这次我来，其实我觉得我选择美国呢，也是因为我其实对我影响的除了音乐以外，还有一些书籍。我以前看了一些，比如说《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就是里边儿就是说他如何跨越美国，对吧？看着在那个垮掉一代的时候，在那个 on the road 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特别羡慕那种感觉，就是我嗯。在那种路上一直飞驰啊什么的，然后思考人生的意义。但现在我觉得那些就不用思考太多，我觉得现在的我更希望就是把每天的一些东西给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把它的所有的一切跟我有关系的一切记录下来。比如说今天的阳光啊，外面的那个山啊、树啊，hang out 呀，每天感受到不同的温度。对，我现在想更细节的去写这些内容，以前都还在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我觉得这个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是永远停止不了的。这次来我可能，而且我发现这边的人其实他很多人很简单，他就不像我在国内，我们会有很多风言风语，人多这个是正常的，对吧？很多。嗯。都知道，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会受很多影响，就很多外界给我很多 information，但是在这边来，我觉得最大的点获益就是我终于可以静下来思考很多东西。嗯，那就是这个更贴近自我了，更加去追寻自我的一个感觉和感受。主要是也没什么人。主要是没什么人对。你住的地方人已经算多的了，在美国。那圣何塞可是大城市，对于美国来讲，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小县城的感觉啊。干嘛？我对呀，那美国那是来了半，大城市。对呀。老孙知道我来了半年，这半年我出去聚会的屈指可数。
对啊，美国肯定没有国内的这么灯红酒绿的生活，没有这么没有，多。完全没有，自己在家小酌一下，有空大家那个网上举杯。没有，我们在这个在地还是可以聚的啊，可以可以。这个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啊。但是肯定是更多的会跟自己相处，就是感受自己所想的，感受自己所感兴趣的，这肯定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自然而然的一种对对对。一种变化。嗯。嗯感觉你说的是你现在的创作更简单，但是 again，我是属于以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我总觉得其实要写简单的东西，是不是更难？很多时候就是呃，你要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承载很多你的血肉啊，或者是这些你想表达的东西。对，其实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你如何能够跟你切身的联系在一起吧。有时候我觉得像你说的，其实最简单的反而还更复杂。对对，我就老是觉得，比如像什么那个什么橄榄树这样简单的旋律，但它其实在我听来，它一点都不简单，就是它里面承载的内容，想表达的东西是蛮丰富的，但是它能通过一个这么简单的旋律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嗯，功力蛮深，感觉对。对对对。嗯，你提而且到你说。啊，你这个老孙你提到橄榄树，让我想起了30年前。橄榄树是第一个我用那个程序给它演奏出来的歌曲，哦，真的哇，啊。真的啊？真的。对对对对有什么对，程序？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什么286、386这种机哦，型啊，然后用 286。basic 语言啊去暴露演奏，年龄了又。然后286、386是一个那可能你都个编程。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可能你都没听说过啊。那对。个是上一代的电脑，上哦。上一代的电脑啊，哇哦，暴露。一种机型啊，这个basic 语言啊，就是让它放一个音符，放一个音符放多长啊，你给它写好，然后让电脑自己播出来啊，非常简单啊，电子哦，音乐其那个时候就实跟数，可以做这个其实音事情。乐跟数学一样的，就是的，是是的，嗯，对对对。所以嗯。很奇妙哈。你提到这个歌曲，这是我第一首用哇电子哇哦。演奏出来的。还有没有可以放出来听一下？啊，早就没有了，那都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东西。那个机器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像现在哦。你还可以什么上传到网上，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好的。互联网这些东西。是不是放出来有点像那个最开始那个就是手机铃声，或者是那个什么倒垃圾的车的放出来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滤镜，就是我总觉得那个放出来真好听，就是那个电脑它一板一眼的把你那个音符的，就是数字打进去的这个音乐变成一个真正的音乐放出来变成声音，我就一直觉得那个真的好听，好听。嗯，下次可以有意思。尝试一下，用现在新的软件试一下。新的，哎，你可以用新的 AI，比如现在不是有 Suno 吗？除了 Suno，还有好几个那个音乐软件。嗯。谷歌、苹果好像现在也有一些 AI 的。对。是，对，反正现在这个 tool 很多了，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你不需要跟这些什么贝斯手啊、鼓手来沟通，都是自己搞定，所以你又更多的跟自己相处了。当你用了工具以后，但呃，但对吧？但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并不懂音乐，它根本的一些理论啊和它的一些基础知识啊，AI 其实就算 AI 给你了，你也没办法去利用它，对吧？因为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对吧？它是模仿了谁谁谁，你可能也不知道，或者是你想修改它的一些东西。如何下手？对，我觉得还是嗯，得这个音乐，因为现在我作为一个音乐教育者，也算是音乐教育者，我希望就是所有爱好音乐的人，他都能知道他哪个音符对于每个melody rhythm，他都有一个了解，起码就是对于音乐它是有审美的。嗯对，嗯。其实 对。AI 普遍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后发现 AI 能够取代一些初级的工作，就是简单的嗯。工作，但是想要用好 AI，你必须比 AI 还懂。对对。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使用 AI，你没办法去判断 AI 出来的结果是好是坏，你没办法去优化它，去调整它，
那你就没对，办法用好它。所以这再次印证了在各个行业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简单的数据的工作可以被 AI 先替来代掉。取代，但是首先人不能被取代，然后就是资深的人员还是需要的，他更多的时候是他来运用 AI 来对完成一些工作，对吧？对对对。来，你既然提到了你的音乐教育者的这个身份，来说一说吧。你现在是不是在办一个一个班，可以找我你去学这个音乐制作？对，我现在有自己的 studio 在圣何塞，就在这个古宅这边。如果有目前为止我是有一些online 的学生，接下来也会有一些线下的学生。然后从小孩儿开始，其实小孩儿现在喜欢音乐的小孩儿越来越多了。然后我有几个学生就是从应该就10岁左右，现在跟他说什么，他很快速就 get 到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就现在小孩儿太幸福了，以前我们怎么没有这些？我那天对。跟一个10岁的学生聊，马上就能 get 到我所有告诉他的一些想法，因为他自己就知道如何操作，他能看懂。哇，这些我嗯，觉得在硅谷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这边是宇宙的科技中心，这边的小朋友们接触的都是最前沿的科技，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很想在这边推广一些少儿的音乐培训，然后呢，也欢迎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来找我学习交流音乐。对，太棒了，太棒了。嗯。哎，你说的这个很快能够懂，是因为他本身懂得一些乐理的基础知识吗？还是说他对这个技术非常熟悉，他能够上手很快，就是他的对 technology 的这个熟悉程度是比较高，他能够很快的玩转这些工具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边就是这边的生活方式吧。你像这边的小孩儿接受的教育，他学校里边儿，我了解到这边学校，我周围有几所学校，他们课间放的全是 R&B 啊，流行歌曲太，rap。幸福。所以你想想，这边的小孩儿他从小就对，其实是这些东西全在他的生活里边儿，所以说他其实是比国内的小孩儿对电子音乐啊、流行音乐啊，他的那个先决条件是更好的。所以说，一嗯旦我说，比如说我说的这个 melody，他马上他就可以跟着给我哼一首流行歌曲。这个流行歌曲都不是像国内的那些什么周杰伦呐、或者现在一些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那些网络歌曲。所以说这边的小孩儿他们接受的那个音乐的那些内容，实际上就高于国内的小朋友。现在嗯可能那些，像沿海城市，我看到一些沿海城市，他们现在老师教的还是教的也比较好，但是可能其他学校就不一定。所以首先一个，他们在这边生活的教育是有受影响，然后可能他们平常的一些生活啊，也会比如说家庭聚会、朋友聚会哈，好像大家都会支持他们去搞乐队。然后对。学校也有这个培训哦，我听说了，学校里边儿有那种就选修学习的那个，课后爱好是吧？好像对，是这个。对。兴趣的 club，对，哦，club 有学，然后有些喜欢的就几乎每个小孩儿，大部分的小孩儿都会学钢琴，然后还可以学打鼓，然后是，学打鼓，如果他想学贝斯什么的，老师就给他组个乐队，哇，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啊。嗯所以说，但是我还是要以我的亲身经历说一下，因为我也是刚才说是小雪的学生嘛。但是如果其实你是零基础，也应该来找小雪学一下，因为我就是零基础，很快的就把我带入门了。对。对，还有一个课，对。我们就上了5次课还是多少次课？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识谱啊，什么自己唱一些那个新的歌曲啊什么的，都应该没有问题。谢谢老孙是因为作为老孙，你想，我觉得这个就是爱好吧。爱好，如果你有爱好的话，学习音乐对你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提升你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对。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学的更深入一点，你可以比如说做自己的流行，做自己的一个专辑，人生的第一张专辑。我的梦想。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 generation 这个时代，嗯，很多事情，尤其有了技术的辅助哈，很多事情大家都可以尝试第一次。比方说有了 AI，很多人可以自己编一个网站，
你不需要会写程序对啊，对啊，嗯对啊， ，AI 给你做好，你只要告诉他我要做什么什么，对吧？你可以 AI 给你，你要做一款什么 APP，你只要有想法就可以做。做音乐，现在听下来找小雪就能够，你就可以拥有一对张自己的专辑，对吧？只要你有想法，你有 idea，对吧？你不我可以需要认识协助完这么多的成一张专辑。吉他手、键盘手什么之类的，对对对，你可以搞定。这就是我的今年的终极目标，出一张自己专辑。加油加油，老孙加油，看好你。老孙的声音特别好，他能唱哦，《悟空传》的高音，而且主要是哇哦，有一些时候，我觉得你得自己有意识的知道去模仿。如果你先就模仿的很像，那后期学习起来也就会很快的。对对，模仿之后，然后希望能唱出自己风格，对吧？其实想当年，你想我当年也是从开始模仿什么张惠妹的歌曲啊，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啊。对对对，好，那我们这拭目以待哈，等着老孙你的专辑的发布。完了，加油！话都放出等着了。去了。哇，今天放出去了，一定要完成的。那目标讲出来了就收不回去了。嗯，对对对对，确实，这也好嘛，给自己一点压力。对对。好，那如果想要报名，怎么联系你，小雪？可以，我待会儿可以把我的网站发出来。好，没问嗯，题，到时候我加在这个视频的后面。好的，好好，的。太棒了！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音乐，也不知怎么地，音乐一聊，最后又聊回 AI 啊，这个在硅谷就是挥之不去的，什么话题最后都聊回 永远的 AI，AI。永永远在 远对。AI 上。但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生活的多面性，然后不仅是有技术，还有艺术，对吧？科技改变生活方方面面啊，大家都在自己的这个领域，有更好的工具，能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也欢迎小雪到这个硅谷这边来发展哈，那个希望能够看到你在这边有更多的作品和音乐能够发布啊，当然还有老孙的专辑哈，我们这个耶！耶，非嗯常感谢好，老友的邀请，今天跟你们两位聊得很开心。嗯，哎，感谢你，感谢感谢大家。好，谢谢两位，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好的，好好，的，谢谢，好，拜拜拜。拜。拜。